好，那么除了台海局势很紧张之外，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中东局势的部分。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以色列现在更进一步打击真主党了，大肆空袭真主党的金融部门，拆除维和部队边境观察塔和围栏。那么呢，他们说将对真主党的金融部门展开攻击，目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个真主党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重建跟重新武装经济运作的能力。但现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说，以色列的工兵当天就拆除了黎巴嫩南部一座维和部队的观察塔跟围栏。那么现在最新的画面又在曝光，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以色列的行动画面再度的来公开。那么呢，当然啦，除了在这个金融的部分，他们已经有攻打之外呢，包括了以军呢炮火直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情报总部，现在画面也曝光了。以色列对真主党位于贝鲁特的地下武器工厂进行了打击，而且对黎南部贝卡地区多处的平民下达了撤离命令。那么预告大规模会摧毁房舍，现在以军的官员也松口了，几天到几周之内呢，就会很快的来结束这黎巴嫩的行动。这资深的军官就透露，讲到了很积极的、迅速在执行这黎南的行动，希望可以赶快的来控制据点。只不过以色列再度空袭黎巴嫩，声称击毙3名真主党指挥官。现在说真主党的2号人物也已经跑到伊朗，赶快去躲起来了，就怕被以军给击杀。黎巴嫩真主党2号人物卡西姆现在已经在伊朗的指示下逃到伊朗，就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么以色列现在也要开战伊朗了，以国总理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是不是要攻击伊朗。因为在纳坦雅胡的住所被袭击之后，周日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向伊朗发动攻击的事宜。那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甚至还打电话给川普，说考虑军事回应伊朗。川普怎么说？他是打给他说，美国政府所提的内容他会进行考虑，但是最终会以国家利益决定。然后川普就透露，还有问我怎么看，我只是说为当所为。那么遇袭之后致电川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多亏我无视拜登，以色列才可以占上风。这个话显然是酸溜溜。他说，如果要是我听了拜登的话，我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好有利的位置。那么现在准备袭击伊朗的秘密情报外泄，美国已经展开了调查。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美国给以色列派先遣队援助的萨德似乎也已经要启用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媒体披露这张照片，称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在以色列已经出现了。而现在很奇怪的是，土耳其突然变成中东的和平要角，土耳其跟德国讨论中东局势紧张，那么双边的国防关系，他的总统埃尔段就说了，立即停火，始于加萨的暴力活动现已蔓延到黎巴嫩，国际社会应该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停止屠杀的军事行动，希望加强跟德国的国防合作。就连意大利的国防部长也要访问土耳其进行中东会谈，就在下个星期要讨论土耳其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角色。甚至呢，北约国家卖战机给土耳其，是不是有一国抢得先机呢？英国说有跟土耳其协商战机台风的出口，正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合作，还有跟土耳其协商该国的主力战机台风的出口。土耳其是北约国家，因此希望北约国家能够协助土耳其有更完善的武装。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亮哥，你怎么看这个？目前以色列是进一步打击真主党这样的动作。以色列打黎巴嫩，它的争议性是远远超过打哈马斯啦，因为哈马斯毕竟10月7号先发动攻击嘛，然后造成以色列的死亡啊。黎巴嫩从2006年到现在，双方互轰9500次，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零星战火不断的地方。对，那大家也就这样了啊。那以色列有什么正当性？说我这次要一举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啊？那2006年以来18年呢、所以我讲白了，只有一个逻辑嘛，就是以色列把这个选前认为就是以色列扩张领土的一个大好机会嘛，那决定要把黎南弄出一个缓冲区嘛，那最好能够直接打到利塔尼河。那还可以拿到水源啊，因为中东有水资源争夺战嘛。对。那利塔尼河占有了黎巴嫩30%的水源，所以我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阳谋吧。那另外还有啦，
当然还有一个阴谋啦，就是纳坦雅胡不想下台嘛，就这样啊。因为照理讲，你加沙战争已经打完了吧？鸽派的领导人哈尼亚也被你杀了啊，辛瓦也没了。对啊，辛瓦鹰派的也被你杀了，那2个领导人都被你杀了，你到底还要打什么？那难道要把哈马斯每一个人都消灭吗？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了。所以美国也跟以色列讲说，既然这个哈马斯的2个主要领导人都死了啊，那我们就趁势赶快就来谈和吧。因为哈马斯有公开讲过哦，只要能够真的停止战争，那剩下的101个人质他全部都放。哦，所以这个不就是现成的一个交易吗？他偏偏就不要停。所以我讲白了，他一定又有另外一个阳谋啦。就他根本就是要占领北加沙啦，然后要让以色列的屯垦者再搬进来。哦，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一次啊，我觉得他的真正的动机野心已经被人家看穿了啦，根本不是什么消灭哈马斯啦，消灭黎巴嫩真主党，而是第2次建国运动啊，就是领土扩张运动啊。他要占领北加沙，占领黎南。然后要扩张他的屯垦的范围啦，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嘛。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侵略战争啊，根本在国际法完全没有正当性。你美国针对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就说这个是完全违反国际法、不正义的战争。那以色列现在打黎巴嫩南部不是一样吗？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讲话？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我们要来请教一下严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怎么会纳坦雅胡家里被攻击，第一时间是打给川普？我觉得当然就是他们本来关系就很好嘛，而且这个我们以前看到就是这个纳坦雅胡对川普的那个女婿啊，这个感觉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很亲近的啊，就是因为他女婿不是犹太人，在他第1任内的时候，我们看了他们的互动啊，就是你就知道，确实是很亲近。那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就是说川普他力挺以色列，到底是因为宗教的信仰还是什么？因为很多美国人挺以色列啊，有一些就是全部都挺，从头挺到尾。那这个有点是旧约那种先知的预言这种挺法，就以色列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实践上帝的诺言，承诺。但是同样的，像贺锦丽这一批，就是美国的主流有很多是说，我们支持以色列建国、保护、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对于其他后续的一些比较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所以像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如果你今天连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这个机构啊，这个旁边里头还要拆除他的观察塔，这个真的是我要是我是联合国，有点 guts， 我把以色列轰出去了。会真的是你连对联合国没有一个国家啊，很大部分都是为什么会派维和部队？其实维和部队他根本也没办法来攻击你啊，你根本不用担心。但是大家都觉得说，因为挂了一个蓝色的头盔，大家都要尊重一下，所以就应该是要尊重。就看起来以色列好像完全不理这个，那美国这样的一个盲目的挺下去，那现在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就是土耳其。过去我们讲说，在中东跟以色列比较不敌对的国家，除了土耳其、约旦跟埃及，那现在看起来土耳其是唯一现在能够在促成双方走向和平的一个路线。虽然这个土耳其过去也被美国骂了很多，可是碰到乌克兰的时候，土耳其也讲话了啊。碰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土耳其它又是你北约的成员，可是跟周边这些你不喜欢国家，它的关系也不错，也可以打交道，包括跟伊朗也还可以，包括跟俄罗斯更好啊。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土耳其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川普继续当选的话，那内塔尼亚胡还会继续打下去。那我觉得中东的和平大概不会结束，好，我们不会来到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问大白话，持续来请教彬哥，你怎么看纳坦雅胡最近的行为？其实我认为纳坦雅胡现在在塑造自己未来成为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民族英雄。我觉得他就是要走这条，因为他已经就第2次建国嘛，是因为他已经被国际通缉了嘛，所以他哪里也不能去了。对他来讲，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也不可能永久维持战争内阁嘛，暂时内阁，所以他就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帮以色列人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这样他就可以稳固他在以色列的地位。他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讲的很好听，说啊，黎南这边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停止行动，停止行动归停止行动，但是他不会撤走，对，他还是持续在那个地方，他不会动的。然后加萨这边他也就直接进去了，他的目的就是到最后就直接并吞加萨，然后黎南那边表面上叫缓冲区，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实际控制区域，这就是以色列要做的事情啊。那但是我觉得拜登也真的蛮可怜，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美国总统被以色列领导人还现任的被奚落成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看过。而且他堂而皇之我也不怕你讲，我直接打电话给川普去问，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纳坦雅胡现在押宝川普嘛，他认为川普会赢嘛，的确是，就摆明了就是这样子嘛。好，不过我们讲到了最近看到了包括了行政院长跟总统的态度都相当的强硬，进而也推升了这两岸的局势升温。台海局势升温之后，会不会把台湾变成乌克兰化呢？那么现在呢，尤其是你看这个驻美代表于大雷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说，台湾 ready to fight。那么iPhone 现在林佳龙跳出来说，他们讲的是前提是中国侵略，但是呢，他是说当然啦，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台湾人一定会站出来抵抗，还说民主国家也一定会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但奇怪的是，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通通没有否认这样的说法。难道这驻美代表背后是有总统授意的吗？那么有人就是想到了，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初也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要帮北约挡住俄罗斯，结果就开启了乌俄战争。有人就担心了，这网友就讨论说，总统现在是不是也在传递类似讯息给美国呢？尤其是现在美国要进入到了总统大选，这个局势也会牵动台海到底是贺锦丽还是川普，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川普也讲到了，如果大陆有所行动犯台的话，他喊话习近平会加征最重200% 的税。而现在美选倒数不到3个星期了，知名的预测鬼才说，其实这个胜选几率真的很难讲，因为根据习佛布告栏的模型，川普赢得了这选举人团的几率是50.2%，相较之下贺锦丽只有49.5%。换句话说，川普在摇摆州其实支持度有上升的，而且胜选几率可能不低，甚至是高于他的对手贺锦丽的。只不过现在他们两个当然都在摇摆州，也想要抢中间选民，都各出奇招。像是川普呢，他怎么做？他跑去麦当劳炸薯条。我们带你来看看这个画面。Part of her resume that she worked at McDonald's, how tough a job it was. She specifically worked at the French fry, where they make the French fries, and she talked about the heat. It was so tough.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McDonald's just confirmed that again, by the way. She never worked at McDonald's. In other words, she's lying Kamala. Never even touch it, huh? Exactly. I always wondered, wow, that's pretty good to go like that. We will give them salt packets. What's this sucker? They look like they were. How are you? Nice to see you. That's great. Thank you, man.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为什么会说贺锦丽是说谎丽呢？因为他说贺锦丽的团队说贺锦丽在1983年在加州的麦当劳兼职过，那时他还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就被踢爆这炸薯条的资历根本是假的，所以川普就跑到麦当劳去炸薯条，顺便酸一下这个贺锦丽。而且呢，大家就觉得这一个里面更有趣的是，川普到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炸薯条要把薯条缠起来是不用手的，也让很多人觉得很好玩。但是现在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傻子呢？因为美国担心误杀台湾潜舰，声纹机密不能分享，台美密商要划分一个猎杀区。他们说潜舰是世界各国军方最高机密，水下作战靠的就是声纹辨识，如同这个潜舰的命脉。熟悉这个美军的人士就透露，当初美国不希望台湾造潜舰，是因为没有声纹资料，担心呢台湾的潜舰误判中共的潜舰，很能有误击的状况。台美是有协议，这个海域的猎杀区只要
进入就会被视为敌人，用此避免确认有误认的情况。但是台湾在军购上一直在吃大亏，像是雷神就坦诚收2次钱，但是国防部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应。美国司法部透露，雷神向国防部重复收取2次武器的费用。那么军方都照付，也间接证实我国长城预警雷达站是由雷神人员派驻的人员来驻点操作。但是美国都还没有批准要给我们这个增购的刺针飞弹，国防部倒是行动是相当的激烈，先编预算给他。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呢，打算采购刺针飞弹的数量增到2530枚，金额来到了690.16亿元。但是编列的方式是不像以往军购先编机密预算，等到案件确定之后再转为公开。这一次急着先编，很多人都说，难道你还要再当一次冤大头吗？那么现在美国是不是也是虚张声势，大陆要反击了呢？在联合利剑 B 演习之后，美加军舰现在通过了台海，中共称他们全程包夹监控。美将两军舰呢穿行台海，解放军东部战区就说了，他说滋扰战局，他是认为这是公开炒作，破坏台海和平的稳定。只是联合报的观察站就讲到了美国策划现代版的假道入唐，他说你知道吗？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其实原本想要先吞朝鲜，再侵入明朝夺取天下。他当时呢是朝鲜王宣祖发出的假道入唐请求，表面上是路过朝鲜去攻打明朝，其实他就是要入侵朝鲜。有人就拿这个故事来说，美国对北韩一贯不怀好意，在一架无人机飞进平壤丢传单之后，引爆北韩炸毁所有这个朝韩的连载的通铁路啊、公路的结局。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美国幕后主导的假道入唐，他不是真的要进军中国，而是挟半岛以遏中国。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它不只发生在朝鲜半岛，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甚至在南海来上演。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驻美代表于大雷讲的这件话？于大雷他如果是因为福斯新闻访问嘛，对，那福斯新闻当然是川普看的新闻啊，那你如果台湾都没有任何承诺，那美军也会觉得那我干嘛帮你？所以他如果是在说被攻击了，那你没有犯错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啊，这有什么奇怪啊？我觉得他比较大的问题是后面他就立刻类比到乌克兰去了，对，然后还去讲说乌克兰在跟俄罗斯打仗，美国也没有帮忙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自己打。我觉得他讲后面那一段真的是一大败笔啦，你知道吧？莫名其妙，是怎么会去类比乌克兰呢？而且还去类比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时候，美国都没有介入。对。不知道干嘛啦，我这个坦白讲，这个叫做逻辑上的混乱啊。其实他如果前面讲这一段，然后之后后面讲说，我们当然是尽力希望争取和平啊，所以我们也做了什么什么，对，那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回答，比较平衡。是啊，那结果他不是啊，他是更进一步类比到乌克兰去了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担心年底人事改组他会被换掉了，因为他并不是赖清德的人，这大家都知道于大雷那个时候是萧美琴，因为临时要当副手的候选人，所以就临时换上他。所以赖清德我认为应该不认识应该就是萧美琴指定的啦。那因为事实上赖清德类似的问题不只是于大雷啦，因为当初他520交接的时候。因为他对国安本来就比较不熟嘛，所以我讲白了啦，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不是赖清德的人啊，国防部长顾立雄也不是那个赖清德的人啊，那林佳龙当然也不是，可是林佳龙有政治势力平衡的问题，所以我讲大白话啦，我认为到年底，如果赖清德要换上自己的国安人马那驻美代表、国安会秘书长跟国防部长，是不是还是原来这3个人？我都打问号了，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嗅到了什么味道了，就觉得他一定要今天表现，有所表现，让总统看到我这样
可是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因为你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啦，我说实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国防如果这个我们讲叫雷神说他对国防部有服务费的2次钱哦，那顾立雄就要做个回答了吧？因为顾立雄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这边的承办单位不知情，那就是美国司法部被检举，然后就调查出来的。对，那收2次钱，国防部都不知道，国防部就这样傻傻的照付。那我们这个国防部未免也傻到太惊人了吧？就是你武器卖贵没有去对国际的行情这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了嘛。对，因为雷神不是只卖台湾你国防部不要这样来糊弄别人啊。比如说我举例我当立委的时候，国防部那时候要推那个 F-16V 嘛，那他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去走一趟，那他就立刻列出其他3个国家的报价跟台湾来比较。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空军的单位，他是准备数据，他是准备的非常完整，就来跟我们讲说，F-16V 我们没有买贵我就不相信雷神这个我们的国防部不能够做出一个国际的比较表所以我坦白说这讲白了啦，就是顾立雄就是接国防部之后，不过这个案子也不是在顾立雄上任之后发生的啦，就在蔡英文最后那一年我坦白讲，所有的螺丝都松了啦，讲白了就这样了。所以国防部到底是怎么弄的而且还不止这一件，还有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美国那个军品不是潮湿发霉，对不对？然后运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还是照收啊。那收完之后，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的那个监察长办公室去做调查，这件事情我们还不知道而且我们拿了1983年的子弹美国给我们的子弹是1983年制造的台湾又不是不能做子弹，我们跟美国买，要给你1983年制造的子弹，你还照收嘞。所以我说，坦白说，这个是从蔡英文的最后1年到顾立雄上任这5个月是连续的状况了。我认为国防部就根本就是完全松了啦。好，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彬哥，当然台海局势也会跟这个美国大选有所牵连，但现在美国大选真是可以说是咬得很紧，尤其是这个川普现在对贺锦丽好像也是开酸了，他直接去麦当劳，刚刚我们看到画面，他还说原来薯条不是用手拿的。彬哥你怎么看这一回美国大选怎么牵动台海局势？其实老实说，川普最近的一些言行或者他的一些论点，我并不觉得讲得非常好，其实感觉上是比较极端的。可是问题是，他最近的民调其实在上升当中，那贺锦丽反而是在下跌，表示他这个表现虽然我们看了觉得很怪，但是美国还是很多人买单的。那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川普居然能够讲出来说，如果万一大陆打台湾的话，他就征他200%关税，这个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可以卖的东西。对他来讲就是这样。说他不会出兵。是啊，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就是对台湾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看要卖多少钱的东西而已，不就这样子而已吗？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万一哪天习近平想说这样子那算了，你加我300%关税，我现在就打，那怎么办？那川普就说 OK 没问题 no problem 就结束了，是这样吗？所以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于大雷这次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我跟你讲100%是赖清德叫他讲的，而且这事前都沟通好了。他讲的内容其实都是已经先拟过了，绝对不可能是他现场临场发挥的。这就是赖清德要去跟川普表忠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拟稿人有问题，还是于大雷自己的 sense， 还是赖清德的 sense 有问题。你去类比乌克兰，然后你在那边跟他讲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不需要美国的帮助，那你不是在告诉美国，那太好啦，你们自己解决不就这意思？那正中川普的下怀，川普就是希望这样。川普还希望我们尽量多给他钱，然后他不要来帮我们。就川普现在就这样，而且他上任之后，他不只是对我们这样，他对南韩也是这样南韩现在每年要给美军10亿元他上任之后，他现在说南韩要给100亿，10倍。对他就这样干管他的，反正他随便喊嘛，到时候大家再来谈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对
东亚这几个国家，恐怕川普万一真的是川普上台，都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那可是这也没办法，这个世界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也只能够这样子去走一步算一步。可是军购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大的麻烦。其实你看这一次的国防部相关官员的回答，你就知道，其实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一直都知道，只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拱出来，那我们军购可能就买不成，买不成就更惨，所以就变成人家狮子大开口，我们也只有吞。那问题是军购之前，这个是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邱国正当部长的时候的军购。对。可是问题是，邱国正有说过，其实对美军购，他只是当部长而已，真正负责的李永熙人。那当时是不是就是顾立雄在负责？因为顾立雄接国防部长的时候，他自己也讲，我来当国防部长，就是要对美军购的这些事情，他要负责把这件事情搞定。所以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是顾立雄在负责这个事情？那你们明知道我们被人家 A 了，然后你还被 A 得很高兴，那我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的总统对国际局势如此的陌生，然后接下来美国领导人又是川普这样的一个人，台湾真的会走上一个危险的局面。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对于美国大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想第一个先回应一下于大雷讲话啊，我觉得台湾准备好，这个当然应该要讲准备好。可是我觉得在之前应该先讲一句，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们愿意尽最大的能力啊，来真的避免战争。但如果真的台湾啊，因为没有片面改变现状。这是最符合美国讲的话嘛？如果我们没有片面改变现状，被攻击的时候啊，我们确实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些话讲的就比较得体一点啊，否则的话，而且后面去类比乌克兰，那当然，或许有一些国际社会的人觉得说，本来就是情况是如此，即使大家会认为台湾啊就是下一个乌克兰或什么样，我们自己绝对不能讲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外交官应该负责的部分啊。那对于川普啊，我是永远搞不清这样的政治人物。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台湾也有出现过这种政治人物，就是他会去控告别人说你是抄袭论文，结果发现他自己也抄袭。哦，那川普是谎言最多的一个，但他很喜欢说人家是说谎啊，然后他自己是做过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呢，他常常会讲的别人有多邪恶。啊，我觉得这是我最佩服川普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短板全部都敢讲啊，他这个很敢讲。可是你看他这次啊，刚才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其实川普最近讲了一个更难、更糟糕的话，他去宾州去那个美国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高尔夫的传奇人物啊，这个 Arnold Palmer， 他去赞扬人家的男性雄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会去讲这种事情，然后居然底下民众啊还在那边拍手啊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碰到这样的人，哎，这句话一讲，搞不好这些男性的黑人男票又多了。我们知道，川普现在是在黑人的男性当中，他大概可以拿到30%左右，是蛮高的啊。那黑人也觉得说，川普是一个大男人，他们喜欢这样子，说不定就他这。你不要以为他是乱讲话，他其实有一些暗示，所以川普现在看起来机会是还不错。可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如果他今天继续这样子乱讲话，是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买单啊？我觉得还是要看啊，到最后虽然这些现在看起来有些领先，这几个摇摆州平均来讲，其实全部都在误差范围，没有一个媒体敢说谁会赢这些州。一个都不敢讲说谁一定会赢哪一个州，看起来都因为都在两个百分点以内啊。那如果今天是川普当选，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确实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部分。第一个，我们是他的比肩；第二个，他觉得你们这么远；然后第三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高科技全部是你们台湾卖晶片，美国卖晶片他都不承认啊，美国卖也卖很多，然后说是全部都是我们在卖，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先把这个台湾啊不需要美国援助，这个叫什么预防针已经打好了，就是说台湾哪值得我们援助？第一个那么远啊，第二个台湾自己啊，就是也没有足够的国防要买什么，到时候你看他上台，如果用了欧布莱恩这样的人，我们可能国防经费不是5%还要更高啊。
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要从国内的政治带您聊到国际的局势。那么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严老师午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哥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先带大家来聊聊国内的政治哦，尤其是要聊到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这个部分，因为呢，今天下午在立法院是要做朝野协商关于总预算案，但是在这个朝野协商之前，这个行政院长先发文用点菜说来形容总预算案卡关，而且呢，有人就说了，是不是贝卡要倒阁解散国会呢？蓝委要卓回自己下台，因为他在脸书发文用餐厅点菜来比喻，提到说餐厅可以决议把我赶出去，有人就认为他就是在暗示，如果你们不行就把我倒阁啊，等于呢他可以请总统解散国会重选，之前才威胁要释宪，现在又说他要倒阁，有人就这个网友就在讨论了，难道现在的行政院长都这么硬吗？那么轰绿营呛倒阁占尽天下便宜，谢龙介说要就总统立委一起重选一遍，那么在野党是多数，为什么要倒阁？如果要重选可以啊，那总统立委都重选，执政党是少数，要大家重选，总统又要继续做，哪有这种天下便宜都被你占尽的？输了就认了吧。他说总统大选的时候，赖总统质疑40%当选，你觉得他会同意吗？但是现在倒是有很多的讨论，认为是不是总统的同温层都出来了？那么有人就说，有人只想翻桌咆哮而已，根本没有打算吃饭。还有人认为这个卓院长辛苦了，千万不能退让，否则他们就会食髓知味。甚至有律师直接讲了，宪法法庭被瘫痪，总统封起来就可以按自己的判断决定要不要公布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这样当然违宪，但是宪法法庭已经瘫痪，结果就是总统觉得蓝白法案违宪就不公布，总统变成大法官。网友就说，那你干嘛管什么法案，直接戒严嘛？那么先入一部紧急状态，动用军队进入立法院，不就完美了吗？那么现在有人就认为总统已经唤起了他的同温层，但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有人认为这总统最大的敌人民众党似乎也只剩下半条命了。尤其可以看到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正在羁押禁见当中，但是他的爸爸柯成发传出在加护病房命危的消息。那么呢，民众党也证实了，上周五柯文哲获准戴着手铐前往台大医院探视，而且交由律师提出申请。但是有人说，这个讲法很多人都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呢，包括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就说了，柯爸已经住进加护病房，但是他并不知道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他就说绝对不让民进党得逞，他认为这个国家执政党压人取共，压他哥哥，他必须要独自面对他爸爸的生命，绝对不会屈服于恶势力，这一生也不会让民进党得逞。只不过在民众党里面呢，光是这个柯爸的说法就有3种不一样的说法。我们现在也看到，一开始呢，这个蔡壁如是证实了柯文哲去探望了这一个柯爸爸。那么李国章呢，被打脸造谣真可怜，因为李国章先跳出来说，这柯文哲因为司法破坏被羁押，柯爸爸现在甚至连病情恶化住进加护病房，两个人都不能相见，不知道彼此的下落。但是蔡壁如马上跳出来就说，不是18号应该是半夜，柯主席就有去看爸爸了吗？是因为心肌梗塞病情恶化才就医，目前在加护病房。但是蔡壁如又爆说，有人呢，带这个柯爸爸的病历给柯文哲来看，没想到今天民众党呢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跳出来，他就讲到了羁押期间不能通信通讯，所以这个讲法是错的，根本不可能做这种违法的行为。有人就说了，一件事情怎么有3种说法？网友就认为，难道总统出手真的是把民众党打趴了吗？那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柯文哲又陷入另外一个冷钱包的争议。林传媒说呢，检联呢掌握了，就柯文哲有一个冷钱包，目前正在破解当中。如果取得关键精要的助记词，那么就可以上这个公链比对虚拟货币交易记录是不是跟汇款有关。但有人当然就去问北检了，他们说无法证实，无法评论。但是民众党就直接讲了，到底这样子虚乌有的传言何时才会报销？如果真的有冷钱包，早就应该被搜索，早就应该被破解了，哪轮到现在还出来放风声呢？那么还原柯文哲的 USB 事件情况，国民党立委徐小新自曝，当天问了一个不人道的问题，他说，其实在班机的座位上，吴宗宪是坐在他旁边的，而柯文哲旁边有他自己的随扈，没有所谓什么爆料吴宗宪跟柯文哲在飞机上交谈的事情。他说柯文哲跟吴宗宪说很担心检察官把东西收走之后呢，直接
断章取义编故事，所以自然会谈到 USB 跟手机证物，但是没有担心 USB 被破解这件事。就连国民党另外一个立委黄建豪也站出来，他说从机场到公祭会的车上，吴宗宪就是坐他旁边。吴宗宪也能拿出证据澄清说，我真的是没有跟柯文哲谈到这件事情。但是网友就说，怎么民众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讲清楚，让反而整件事情好像越来越模糊。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卓院长讲的这个点菜说，你听得懂吗？本来不重要啦，是赖清德下令的，又不是他讲的。赖清德就是坚持总预算不能重编啦，就是这个原则啦。那这个在这个原则下，卓荣泰怎么绕都绕不出来啊！卓荣泰已经讲过很多似是而非的法律解释了嘛，根本都不成立。他说怎么可以加预算？这个又不是预算案，这个是法律案。那因为他要这样搞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倒阁就是不信任案嘛，对。那如果不信任通过，就可以解散国会嘛，就又重来了。那重来是立委在选，跟赖清德又没关。那所有的人都知道是赖清德在搞政治啊，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卓荣泰如果要上纲到宪法之争啊，那我讲白了啦，那个蓝白就结合得更紧了，因为他们要捍卫的叫立法权，那卓荣泰要捍卫的叫行政权，那这个怎么有妥协余地呢？就一个就觉得，你这个如果让了我，行政权就被吃了，对，那立法权也会这样认知啊。如果我通过了法律案，你还可以不接受，那后面还有一个更大条的呢，叫财政收支划分法啊，对，财划法，对不对？对，他要从73改为64嘛，这个一修，中央就少了将近2000亿，那你怎么可能遵守呢？所以你去想一想嘛，目前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摆明了就是僵住了，这个没有空间的啦，因为我跟你讲，你本来是说，这个我就用2倍嘛，第二预备金，对，或者用原民会的基金，我们就把那个14亿给补上啊，因为你本来意思也是4万嘛，那下个会期你再把预算补进来啦，这样子，对，这样大家就搓掉了，就瞧一瞧就好了，偏不要，那偏不要就是说你就是要来硬的嘛，就是我不要编了，你要怎样？我最多4万。坦白说，他也不能用4万请问你的法源是什么？你怎么可以3万就加4万？你行政院可以这样给钱哦？不行啊，这也是违法的。而且我跟你讲，民进党这一次特别没有正当性，因为金素梅跟国民党的提案的版本是5万哦，提到6万的是陈莹跟伍丽华，是民进党的版本。那金素梅他们是觉得高金他们觉得你要提6万，那我们都跟进啊，是这样通过的而且当时民进党的党团也没有来表示反对，后来行政院也没有提复议，对，是这样的状况我跟你保证，这个提到宪法法庭你不会赢的啦，因为这个并不是像上次那个国会改革是一翻2瞪眼，就是对决嘛。对，这个不是这个是你们民进党的版本你还要说违宪，根本就不可能赢的如果宪法法庭这样的案子还判违宪那我觉得我们宪法法庭真的可以关了啦。那你就不要变成你就是完全就是政治民进党的就外围嘛，你这个外围团体嘛那我觉得你也从这个案子看出我们这个体制的无奈了。就是说，如果一个总统发狠明明就是他在做决策，那因为行政院长是当然幕僚长不敢讲话，然后立法院党团这个总召柯建铭他也不敢讲话，因为赖清德现在权力已经大到随时可以把卓荣泰跟柯建铭换掉。结果既然我们的司法院也不敢讲话，这太离谱了吧？事实上，司法院秘书长只要出来讲个话就好了。他说这个案是法律案，你送宪法法庭我们不会收，不受理啊！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司法院的尊严都不敢捍卫了？非常可悲那你这样的体制怎么弄总统躲在后面
大家又碰不到，行政院长、那民进党的立院总召，还有司法院都不敢讲话，那就继续僵下去啊。那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啊，那就不要审没关系啊，你们去忙法律案，反正大家还是可以来搞法律啊，哦，那就一个案一个案给他过，哦，那财政收支划分就照6:4啊，都过嘛，啊，那反正现在没有审预算案，那时间多得很啊，赶快啊提出修法版本啊，以前没通过的修法，现在都拿出来修啊，对不对？不然你还能怎样呢？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扯到行政权跟立法权对立了哈，这没有办法朝野协商了啦，就跟那个国会改革案一样嘛，对，你如果扯到这里，就说，你有没有听证权啊？你有没有调查权啊？这怎么讨论啊？这没有办法讨论的啦。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彬哥，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点菜论？甚至说现在民众党因为随着这个主席柯文哲积压进谏之后，好像有点群龙无首的感觉。卓荣泰这个点菜论根本就乱写一通啊！老实讲，他把自己当大爷，他以为是他出钱来吃菜，他可以点菜什么？你搞不清楚状况。请问一下，钱是谁出的？是纳税人出的，所以不是这个吃菜的人不是你啊，是全国国民在吃这个菜。立法院端出这个菜，你是负责干嘛？你知道行政院干嘛用？行政院是快递外送。你是个外送员，你现在想要偷吃这个菜，你以为那是你家的菜？你搞不清楚状况。但卓荣泰现在就是硬凹嘛，我就跟你硬凹到底，然后他还摆明了就是有种你们就来倒戈啊。那但是在野党为什么要上这个当？为什么要去倒戈？莫名其妙，倒戈了能改变什么？什么也不能改变啊！倒戈对赖清德一点影响都没有，还是重新再来一次啊！反而这些民代要重新再去选一次，那冒这个风险干嘛？有种你解散国会啊！有种你就说你不是要释宪吗？你去释宪啊！我跟你讲，卓荣泰不敢释宪啊，因为他知道这个释宪他们自己会很糗啊，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卓荣泰自己是学法律的，所以睁眼说瞎话到这种地步。但我就不懂了，为了要当个行政院长，有必要把自己做的这么 low 吗？丢人现眼到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了，民进党现在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跟你凹，跟你打到底。所以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就没有什么好讲啊。既然你们一点都不愿意退，连基本的法律都不愿意遵守，那就没什么好讲，就是跟你干到底，没得退嘛。因为在野党现在只要一退就完了，一退整个士气都散掉，民众也不会支持。就这么简单嘛？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都已经做到这么二吧，你还退，那以后你们一定打不过他，那还干嘛？因为以后他每一年都跟你来同样的招数，请问你怎么办？所以没得退了，那就大家都不要审嘛，我们就这样啊，就这样，我们大家去审别的法案好了，我觉得 OK 啊。那至于民众党老实说啦，现在民众党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去报这个消息，到底要报什么几点钟了，我不知道。柯文哲去看他爸爸就去看嘛，这人之常情嘛，这没什么，这有什么好爆料的呢？你就去看啦。然后这种时候能够不多说话就不要多说话。民众党现在麻烦事还不够多吗？你们一件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没人家露出来，连个薪资都可以福报烂报，然后还得意洋洋说我们不止福报烂报，我们还有短报，你有毛病啊你？是怎样生怕人家没查到是吗？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党到底在干嘛。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少说话，赶快趁别人还没有报之前，把你们党内所有的问题全部把它查清楚，让整个党回到正轨。然后你们要做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先预想柯文哲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因为他未来他就算未来交保好了，或是出来，他也要打他自己的官司，他没空再管你们党务了。所以你们要预想到柯文哲就是你顶多把他尊个荣誉党主席之类。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打拼，你们党内组织要怎么改造，怎么样让民众党整个走回正轨，这才是民众党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民众党就玩完了嘛。虽然今天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显示，民众党的支持度好像没有掉，但是我跟你保证，它也不会上升啊，就这么简单，它就是这样的，就那11%、12%人，非常始终的人，他就掉在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民众党未来不要发展吗？你们就永远这11%、12%就够了吗？而且。现在是柯文哲还在里头，很多人认为他是冤枉的。那万一他将来被判刑了，你怎么办？我跟你保证，他如果将来被判刑，一定还会再调，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现在
我一直觉得民众党你们总共才几个人而已，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沟通一下？蔡壁如啊、陈志汉啊，或是其他的这些李国章啊，你们统一一下口径，对外讲话很难吗？你们彼此之间连打个电话都没办法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民众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事情都搞不定哦，你们未来你怎么这个党继续走下去，我真的看不出来。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常常提啊，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啊、民主啊、自由人权这些是好像是接轨的啊。但是民主政治不是只有选举啊，台湾选举大概没问题，各个政党可以就是自由竞争。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另外有一个法治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最糟糕的就是法治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倒阁，如果今天民进党敢不敢说，我万一选出来，我还是少数，我就全部让执政党啊，就是让反对党来当行政院长。他如果这样子，我觉得我愿意接受他这样子。他如果选完以后，一看又选输了，还是少数，那还是继续这样子，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不能，你今天要提说好解散国会，重新来过，那就是你去要求选民说给我一个多数，但是万一选民不给你多数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脸说跟这个选民讲说，对不起啊，如果没有多数，我就让反对党执政啊，国会的多数，我任命国会的多数做行政院长。要是你有这个 guts， 我觉得我很支持你解散国会。如果你连这个 guts 都没有，对不起，我觉得你就是在拖时间在玩。那卓荣泰我也觉得是蛮可惜，就是说，他应该算是比较这个冲突性比较低一点的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结果今天被你赖清德这样弄一下，那你今天还要再找谁啊？够资深，然后又没有这么冲突性。过去我们知道苏贞昌冲，那个时候民进党有多数，你就没有办法嘛。他可以这么做，可是现在你已经是少数了。我开头想说，好像少数他找了一个卓荣泰可能可以比较圆融一些，就没想到你这个背后这个指导棋一路下了他，你浪费掉一个卓荣泰这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这种比较能够跟各方打交道一个人格，现在他的这一点的资产也没有了。那我觉得你下面再找谁，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胜任。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民众党。我们刚刚提到民进党，我希望看到民众党的这个立法委员，你现在暂时先不要去管柯文哲，你们自己在立法院里头好好把法案这些刚刚亮哥也讲了，拿出一些成绩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即使今天倒阁了，或者说今天解散国会了，我觉得你们这个民进党还是一样会是一个少数。